足球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顶尖运动，也是一个让中国的球迷既狂热又愤慨的运动。为什么愤慨呢？这理由啊，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在世界上接连战败，让很多热爱足球的球迷感到真的很无奈呀。其实我们中国曾经也是世界第一足球大国，足球的前身嘛，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蹴鞠。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中国以前踢蹴鞠那么厉害，现在却造就不出一个足球明星呢？首先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蹴鞠的历史和发展。蹴鞠的起源说那是众说纷纭，最可靠的呢，就是被世界足协承认的是齐国临淄的起源说。蹴鞠是由春秋战国开始，经由唐宋元明清五大朝代极致辉煌，然而到了现代却销声匿迹，让人惊叹不已。蹴鞠衰落的原因是明清政治的打压和近代中国战乱影响断了传承，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蹴鞠曾经的辉煌。想想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传统文化都不见了身影啊！蹴鞠嘛，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现在足球是由蹴鞠演变而来的。假设中国的蹴鞠仍然传到现在的话，也许对中国的球员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借鉴作用的。我们中国的足球会从古人那儿学到很多的精髓吧。可是我们中国的蹴鞠在晚清时候却消亡了，然后就有了足球。其实中国近代的足球还是踢出了一些成绩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中国人叫做李惠堂。那个年代，李惠堂的名字是响彻整个世界足球界，他被冠以亚洲球王的称号，堪比罗纳尔多。中国那时候在远东运动会上连续5年获得了世界冠军，就跟现在的乒乓球一样，在国际上那是厉害无比。那时候中国足球的实力跟法国、西班牙等等的较量，但是如今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足以让人叹息呀。中国足球为什么一直这么颓废，而且还找不到解药，是很多国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知乎和新浪微博上，有很多网民都讨论过这个话题。有一个叫做开车大师傅的博客说，因为中国足球是有钱人的游戏，足球球员想出人头地必须要砸真金白银。其实说的也有些道理要想培养一个足球球员，确实要花不少的银子，普通家庭怎么能承担起这样子的巨额的开支呢？所以大部分的家长还是愿意让孩子去打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这种经济压力小的运动。这新浪微博上有很多的网民调侃，中国足球场上那都是富二代根本没有穷人家的孩子能上场踢足球的。一个孩子进国家队居然要花钱，博主开车大师傅就说自己家的小孩进小学足球队居然也要花不少的银子，不送钱呢就只能坐冷板凳。看到这里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小学的校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可想而知以后要送到省队踢的话，那还得花多少的钱呢？中国足球在青少年比赛当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国际上的足球比赛就更不用说了。之前中国足球输给泰国队的时候，范志毅气愤地说，再这样下去得输给越南了。没想到今年就正好被越南给零封了。很多现场的球迷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发现，整个场上的中国球员是懒散无力，毫无斗志，于是纷纷要求换球员。但是中国足球的失利是光靠换球员那么简单的吗？当然不是腾讯网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中国足球的背后其实是资本的身影，推动整个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就是资本。不管一场比赛是输是赢，资本都能盈利，球员嘛自然也能够从中获得奖金。所以中国足球球员对输赢其实是没有那么看重了，反正都有钱拿，管他那么多是吧？这就是中国足球球员毫无斗志的原因。于是国家今年对足球球员的工资进行了改革，一大批高薪的球员纷纷被降薪降奖金，好多球员
哭着对媒体说，因为降薪自己吃不起海参了，家里还有几千万的别墅要还贷，马上就要破产了，对降薪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没想到啊，这一次不仅网民们坐不住了，就连足协都出来发话了，说中国足球球员的工资未来将改成底薪加奖金制，赢得比赛就有丰厚的奖金，输的呢就1分钱都没有。这样能大大刺激中国足球球员的积极性，让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整天浑水摸鱼。虽然这个改革刚刚实施，暂时还看不出什么效果哈，但是我相信有全中国几亿球迷盯着，这种的期盼和支持，中国足球啊，未来也一定是有希望挺进世界杯的。现在我们只是更希望的是把希望啊寄托在青训队员上面，要招来更多热爱足球并且有一些天赋的孩子们，针对这些青训选手设计一套完整的培养流程，从小就开始培养。也许中国足球有朝一日就是能踢进世界杯。如果那一天啊，中国真能踢进世界杯，并且进入前3强，那我想中国的球迷做梦都会笑醒的吧。